活着。这是我的手。原来我前世的宿命是与你共赴黄泉。醒了，那场大梦里的一切都还没开始。那是我的。你这簪子多看一眼都嫌晦气，不过这东西之后还有点用。此女甚合朕意。皇后千岁。之前她就是靠这个绒花簪子当上皇后的，而我最后沦落到那个下场。他也做了那场关于未来的梦，而且他以为这只簪子是他的登年体。在梦里，他嫌侯府是火坑，现在就让他去。那场大梦里，我进宫10年，从贵人到皇后，最后被高显一杯毒酒刺死。在大梦里，我死在了皇宫，现在我要在侯府好好活着。皇后的位子迟早是我的。同一只簪子，两条命运，这一世谁主沉浮？母亲，我不想嫁给那个谢世子，我要入宫选秀。乖女儿，京城谁不知皇上专宠宸妃？往年选秀一个入选的都没有，今年想来也是一样。母亲，这次不一样，我肯定能入选。重生一次，我知道所有事情的走向。前世秦九辉进宫后步步高升，最后当上皇后，我就是天选之人，这辈子就是来当皇后的。九薇，侯府这门婚事你原是够不上的，但现在你姐姐愿意将侯府这门好亲事让给你，你要一辈子感念你姐姐这份恩情。你一个庶女，能嫁进侯府是你几世修来的福气，嫁进去就是给人当后母，要照顾3个孩子，累死你。不过你也就只配过这种日子。秦乐安才想不到，嫁进侯府才是真正的好姻缘。侯府世子谢延礼经才决意，手握重权，丈夫上进，洁身自爱，无小妾通房，婆母生病不管事，嫁进去便是当家主母。她过不好的日子，不代表我秦九薇也过不好。这一世的难度可比上一世低多了。少夫人，1个时辰前，小厮来传话说，世子要处理紧急公文，过一会儿才能来。但现在已经亥时3刻了，世子还没有来。那场大梦里，嫡姐新婚之夜独守空房，第2天就成了府中笑话。之后在侯府步履维艰，连下人都敢给她脸色看。这一世必须要把她留下。她果然和传闻中一样，长相俊美无双，面如雪玉，轮廓清俊非常，鼻梁高挺，如同雕刻般精致。这就是我这一世的夫君了。夫君。世子，少夫人该喝交杯酒了。世子，少夫人，奴婢先行退下了。怪不得谢艳礼到死也没碰过女人，该的。
只要你照顾好孩子，我是不会亏待你的。未来整个侯府也会交由你做主，我不害女色，也不会碰你。有怨言吗？当然有，不过无所谓，我会装。这一世，我只需要保住他的命，就能保住自己的好日子。妾身知道夫君不愿碰妾身，但是今日是新婚之夜，如果夫君不宿在妾身屋中，明日定会被府中之人传开。妾身不仅面上不好看，来日管家也定会有许多闲言碎语。妾身嫁进侯府，也想日后好好过日子，所以恳请夫君今晚便在妾身屋中歇下吧。他这般懂事，我若再走，倒显得我薄情了。留下便留下吧。但是他怎么这么怪？扮可怜装贤淑，我最会了。第一步，先把他留在屋里。母亲，别走。他究竟是蓄意，还是无意为之？在这深宅大院，有时候一点小小的手段，能省去无数麻烦。少夫人贤惠，老奴这就去回禀老夫人。夫君，该去给长辈敬茶了。祖母，请喝茶。此镯代代传与谢家主母，今日便交于你。燕礼是家中长子，如今他娶妻成家，我也就能安心了。多谢祖母，孙媳一定尽心。小门小户的庶女也配嫁到我们侯府？谢盈里已经够碍眼了，现在又来个秦九影，再这样下去，侯府哪还有重枝的位置？不行，不能让青兰院太顺。母亲，真是好孩子。我见你鞋子似乎小了些，我这里从家中带来了几匹皮料和布料，为你做个新鞋。我这个父亲做的实在是不合格，连孩子鞋子小了都没发现。大哥不善于表达，我替他说吧。这孩子比老大难接近。见过母亲。哎，母亲好温柔哦。嫂嫂对这3个孩子可真是喜爱，不知道的还以为他们仨是你亲生的呢。他们是世子的孩子，自然也就是我的孩子。景和儿，最近书院的功课如何？夫子可还夸你？回曾祖母，景儿最近没有去书院。没去书院，这是为何？景儿想在家中自学。景哥儿一向有主意，既然想在家自学，便依他吧。等他想去了，再去也不迟。这是第一次有人不追问，不逼迫，只是相信我。也罢，在家自学也要用心，有不懂的可以请教你父亲。
是，曾祖母。不对，这孩子有问题。孩子脸色这么差，肚子也是鼓的，你都没发觉不对吗？少夫人，小孩子家肚子鼓点脸色差点算不得什么大事，许是这几日贪玩累着了，过些时日自然就好了。你看他这蜡黄的脸色，鼓鼓的肚子，这明显是脾胃受损，若不及时调理，落下病根，你担待得起吗？是老奴不当心，以后定会好好照管爵少爷的。这次先罚你半个月的月战银子，以儆效为。如果下次还有这样的疏忽，就不是这么简单了。乖，告诉母亲，你还有哪里不舒服？嘴里苦苦的，总是不想吃东西，吃了就觉得恶心，还有总是喜欢拉臭臭。去炖胡萝卜汤和银耳沟，2样都不许放糖。是，老奴这就去。小姐，您怎么知道这些管用？前些日子看了一本医书，上面说小儿脾胃娇嫩，胡萝卜和银耳都是养胃的。胡萝卜汤健脾消食，银耳羹补胃益气，正合巨哥哥的症状。那场大梦里在宫中看医书学的，没想到现在用在了孩子们身上。母亲会看病吗？略懂一些。母亲好厉害！他对待孩子好像真的很用心，我这个养父做得惭愧。原来这世上真的有人愿意对不是亲生的孩子这般上心。有他在，这个家好像不一样了。他笑起来真好看。少夫人真是温柔又善良啊！刚才交给你的事情办完了？还没。舒服多了。那现在想吃东西了吗？吃。母亲居然亲手喂我喝汤，好温柔，好温柔哦。他好像真的很好。把这2份糕点送到景少爷屋中，放在桌上就退下，不要多话。回禀少夫人，奴婢送羊奶糕时，景少爷没说什么，奴婢放在他书桌上后便退了下去。但刚才奴婢去看时，发现景少爷不仅一口没动羊奶糕，位置也从书桌上挪到屋子正中的小方桌上了。云片糕倒是吃了2块，但也不多。果然，谢景厌恶羊膻味，但侯府午膳和晚膳多有羊肉，他因此胃口不佳。把这个交给管家，今晚的炙羊肉换位置。少奶奶，换到哪儿？放到侯爷面前。谢婉宁不爱吃这道菜，不会发现的。那为什么要换呀？到时候你就知道了。怎么回事？那道炙羊肉怎么放得那么远？叫我怎么吃啊？秦九薇，又是你！是我吩咐的。秦九薇，你究竟是多讨厌我，这般跟我过不去？我没有跟你过不去。那为什么把羊肉换走？你不就是故意针对我吗？因为谢景讨厌羊膻味，闻到羊膻味会吃不下饭。哼，秦九薇，你编理由能不能编得好一点？他讨厌羊膻味，难道不会自己说吗？用得着你在这说话？你自己说，你讨厌羊膻味吗？你快多说话呀，哑巴啦！父亲在这儿，你不要怕，告诉我，你是不是讨厌羊膻味？
我确实不喜欢羊膻味，很难闻。你闻羊膻味这么久，从来都没有说过一句，怎么现在突然讨厌羊膻味了？是不是秦九薇教你撒谎的？母亲没有教我说谎。没关系的，姑姑，你想吃羊肉便吃吧，我已经习惯吃饭的时候憋气了。够了，谢婉宁。讨厌羊膻味为什么不告诉父亲？父亲太忙了，我不好拿这种小事打扰父亲。以后侯府晚膳时，不许出现羊肉。谁若想吃，就自己找小厨房去做。这是第一次，有人注意到我不喜欢什么。我这是怎么了？一起回去吧。今天的事，谢谢你。谢景讨厌羊膻味，我竟从不知道。这有什么好谢的？我是他母亲，注意到这些是应该的。你对他们是真心好，我看得出来。我小时候，娘亲也是这样照顾我的。她知道我怕打雷，每次雷雨天都会来我房间陪我。后来她不在了，我就再没被人这样照顾过。昨日我看到春歌儿走路一瘸一拐，裤腿上有隐约的血渍，是练武时受伤了吗？回少夫人，是半年前春少爷被毒虫伤过一回，世子特地请来了京城中的名医。名医走的时候说，春少爷的毒并不会危及生命，只是偶尔发作时会疼痛难忍，而且这个没有办法医治。伤口发作时，春少爷疼痛难忍，只能用冷水冷敷强撑着，不敢告诉任何人，怕您和世子担心。快将林太医请到府中，为春歌医治。是少夫人，我这就去，快去！春少爷体内余毒未清，还需要慢慢调理。疼不疼？你是我的孩子，你的病我怎么可能不管？谢谢母亲。你先好好休息，我让厨房给你做点吃的。以后有任何事情都可以告诉父亲，父亲会为你做主。如果不是他，我不会知道谢绝肠胃不适，谢景讨厌杨山，谢金春的腿伤。养孩子远比我以为的难得多。夫君，妾身是来感谢夫君的。这碗参汤是我自己熬的，给夫君养身。夫君公务繁忙，要注意休息才是。小事而已，你不用这样。你还有事吗？夫君明日可有公务在身？孟县突发水灾，皇上命我明日前去安抚赈灾。那场大梦里，谢艳里便是在孟县赈灾时受了伤，虽没伤到要害，却重伤了手臂。正是这次受伤，导致他在1个月后的刺杀中没能反应及时，最终落下残疾，成了瘸子。这一事，我绝不会让那场刺杀得逞。夫君可记得，明日是妾身回门的日子？好像确实忘了这件事。夫君明日能不能陪妾身一起回门？这……夫君不知，我是秦家庶女，母亲早亡，在府中日子本就难过。若是回门时没有夫君相伴，定要被嫡母和嫡姐出言羞辱。妾身知自己身份低微，只盼夫君此次能陪妾身回门，让妾身在娘家也能有几分底气，不至于被他们欺负得太过难堪。好，我陪你回门。真的吗？多谢夫君。我这是怎么了？居然答应了。母亲，
你明天回门，让我跟着去吧。家中有3个孩子，一个去的都没有，这样不好，会有些失礼。我是长子，理应和母亲一起回去的，而且我会武功，我可以保护母亲。我们是回门，不是去打架。不过这孩子的一番孝心是好的。好，那就春哥跟着一起去吧。好。采买什么？谢艳里可不会跟秦九薇一起回门，明天就等着看秦九薇的笑话吧。我经历过的屈辱，秦九薇也要经历一遍。妹妹怎么自己一个人回来了？谢上子呢？看来妹妹在侯府的日子也不怎么样嘛，连回门都没人陪。这怎么可能？谢艳里今天不是要去孟县吗？前世她都没有陪我回门，现在居然会陪秦九族回门。这不是谢世子吗？他怎么会在这儿？你这都不知道啊？谢世子前几日娶妻，这是陪他妻子回门呢。旁边美人便是他的妻子秦家二小姐。秦家二小姐居然这么好看，只有这样的美人和谢世子站在一起才相配。一群没见过世面的贱民！秦九薇算什么好看？前世我也嫁给谢艳里了，怎么没听他们这般夸过自己？世子这边请。那簪子上的南海明珠，我从来没见过这么大这么好看的。这样好的东西就该是我的。世子是第一次来吧？若有招待不周的地方，还请见谅。没事的。父亲夫君，屋里有点闷，我想出去走走。去吧。秦九薇，把你头上的琉璃簪给我。这簪子是谢老夫人给我的，我不能给你。我可不管是谁给你的，我想要你就要给。秦乐安，我已经不是那个在家中任你打骂的庶妹了，我现在是侯府的世子夫人。世子夫人？你算什么世子夫人？这桩婚事是我给你的，你得到的任何东西都该是我的。别碰我母亲！这是谢金纯，前世他躲我如蛇蝎，3个孩子对我没有一个好脸色，现在他竟然会护着秦九妹，他们认识不过才3天啊！秦九妹是怎么做到的？这是怎么了？这是怎么回事？是嫡姐看上了我的簪子，想要抢去，还撞倒了侍女。你姐姐既然喜欢，你给她又能如何？至于吵起来吗？岳父没注意九辉的用词吗？他用的是抢这个字。秦家大小姐莫不是土匪，看上什么便要抢。罚你去祠堂跪上2个时辰再出来。父亲，你居然向着秦九薇！够了！要是再说，就罚你跪到天黑。怎么了？因为以前去祠堂罚跪的人一直都是我。我娘亲在我8岁那年去世了，之后李氏更是毫无顾忌地欺负我，留给我的幽深的祠堂和冰冷彻骨的地砖。算了，那都是以前的事了。不说这些了，今天还要多谢咱家老大呢。刚才秦乐安想抢我簪子，他冲出来护住了我。看来秦九辉对孩子们确实很好，有时候孩子们才是看得最清楚的那个。今天是第一次有人当着秦家人的面护着我，不是因为我对他有用，不是因为我演得好，只是单纯因为我被欺负了。这种感觉很久没有过了。在想什么呢？在想，夫君今天很好看。父亲，我母亲留下的嫁妆，不知您准备好没有？自然是有的，只有些粗茶淡饭，
还望世子莫要嫌弃。无妨，这道菜不错，你多吃一点。居然会主动给我夹菜，自从母亲去世后，这还是第一次有人护着我。前世别说夹菜了，除了侯府晚膳，谢宴礼从来不愿跟我同桌吃饭，我都没做到的事情，他居然这么轻易就做到了。父亲，夫君他从不吃虾仁。你怎么知道？我瞎说的。雨下大了，世子不如留下，明日再走吧。世子爷，这雨一时半会儿停不了，今晚就留在府中歇下吧，也让我们尽尽心意。是啊，这雨下得这么大，妹妹你和世子不如就留在秦府露宿一晚吧。这雨下的实在是太大，今晚留下也好。快去把最好的客房收拾出来。不用麻烦收拾了，在久违之前的闺房休息一晚便可。没想到久违之前过的竟是这样的日子。这便是久违之前的闺房，不知道的还以为久违不是岳父亲生的呢。这不怪嫡母，要怪就只能怪久违自己，是庶女出身，所以这么多年才得不到父亲的疼爱。你这孩子瞎说什么呢？父亲怎么不疼你呢？只是父亲不对，以后父亲会好好补偿你的，什么补偿都可以。女儿其实也不奢求什么，只是想把当初母亲死前留下的一些东西带到侯府，给自己留个念想。待会儿便放到侯府的马车上。母亲原有2万两陪嫁，这些钱如今都被父亲和李氏花光了，现在让他们全都吐出来。母亲当年是商贾之女，陪嫁2万两银子，父亲和李氏花了不少，但剩下的这些，我要让他们生出更多来。夫人还懂经商？略懂一二，之前在书中看过不少。商道如棋局，无非是低买高卖，审时度势。南方的丝绸，海外的香料，只要眼光准，利润能翻几边。那为夫就等着看夫人的本事了。夫君放心，不会让你失望的。二少夫人来了。大嫂，我做了些米糕送来给你尝尝，不知合不合你的口味。柳儿，你太客气了，快坐。柳儿，你手艺真好，大嫂喜欢就好。我小时候生病，阿娘就会给我做这个。我想着大嫂前段时间刚病过，身子要补补。柳儿，你真是有心啊。大嫂，你在看账本吗？我最近也在跟婆母学看账，但是怎么也学不会。来，我教你。你看，这个是收入，这个是支出，只要分清楚每一项，它就不难了。像这一项，大嫂，你这么一讲，我好像明白一点了。以前婆母教我的时候，我多问几句，她就不耐烦了。以后有不懂的，随时来问我。谢谢你，大嫂，你真好。柳儿和二房其他人不一样，她是个好姑娘。礼部侍郎秦庄之女秦乐安留牌子。谢皇上，谢皇上！我就知道我能入选皇后，我马上就要当皇后了。这簪和陈妃的一样，贤妃看见她就会想到陈妃，一定会开始针对秦乐安。后宫里的女人斗得越凶，吵得越厉害，我的陈妃才越安全。镇国秦庄之女沈妙容。至于他们最后斗成什么样，我不关心，也不在乎。皇后，我马上就要当皇后了。秦小主，贤妃娘娘请您过去一趟。乐安，乐安！乐安，你怎么会这样？秦小主得罪了贤妃娘娘，被娘娘责打了30大板。贱人，你
敢害我！你竟然敢害我！那个贤妃就因为我的簪子和陈妃一样，便打了我30大板，整整30大板，所有人都看见了，这实在是太屈辱了。母亲，我不想进宫了，宫里面实在是太恐怖了，你救救我，救救我！乐安，你这说的什么话？你已经入选，怎么能不进宫呢？你现在已经是宫妃，宫妃出逃是要祸及家族的，你想我们一起死吗？好了好了，别哭了。贤妃这样对你，其实就是嫉妒你，嫉妒你得到了皇上的喜爱。我们乐安聪慧又貌美，到时候肯定能独得皇上圣恩。有了皇上的恩宠在，你还用得着怕贤妃吗？母亲，你放心，我进宫一定会当上宠妃的。不仅要当宠妃，我还会当上皇后。等我当上皇后，第一件事就是处死秦九薇这个贱人。后宫，我来了。忍一忍，等皇上看到我，一切都会好的。边境那边都安排好了，回王爷，一切妥当，只等您一声令下。好，让谢崇之回来述职的事办得怎么样了？已经在路上了，不日便可抵京。谢宴礼，本王倒要看看，这次你还能不能活着走出京城。月离见过姨母，许久未见，没想到月离竟然出落得如此标致，我都险些不敢认了。姨母这是说哪里话？月离小时候曾见过一面，没想到这么多年过去了，姨母还是和幼时记忆中的一样。哪家贵女会穿一身白，活活跟奔丧似的？果然是小地方来的，就是小家子气。没想到京城竟有如此貌美的女子，竟比我还要好看一些。这位想必就是燕离表哥的夫人吧？月离见过表嫂，妹妹不必多礼，都是一家人。月离见过婉宁表姐。哼，真是被惯坏了。别在门口站着了，快进府吧。你的院子我已经收拾好了，就在主院旁边，院子名字也和你有缘，就叫月灵院。姨母对月离真好。你母亲是我的亲妹妹，我不对你好，对谁好？你若缺什么，尽管和山琴说。月离知道了。侯夫人对小姐真是照顾呢。此番来京，我便是要搏上一搏，为自己谋求个好出路。谢世子，他是我见过最俊美的男子。秦九薇握不住谢世子的心，不如就让我来。夫人，秋月离那边的事情知道了，他的事我们少掺和。是。父亲母亲，儿子不孝，出去这么久，如今才回来。我的儿，你可算回来了，让母亲好好看看，瘦了，也黑了，在边关吃了多少苦啊！母亲放心，儿子一切都好。你大哥这些年把侯府打理得很好，你也要多向他学学。是父亲。侯爷，崇之刚回来，您就别教训他了。崇之在边关拼死活保家卫国，你也不心疼心疼？我说的是实话。燕里像他这么大时已经入内阁了，崇之如今不过5品，还宜需努力。从小到大，父亲眼里就只有他。我17岁离家，在边关出生入死，他连一句夸奖都没有。总有一天，我要让所有人看到，我不比他差。好了好了，崇之难得回来，一家人好好吃顿饭。今天都是崇之爱吃的菜，走吧，
快多吃点儿。大哥，别跟着我。燕礼像你这么大时，已经入内阁了。总有一天，我要让所有人看到，我不比他差。快了，很快，我会让所有人看到，我谢重之不比任何人差。少夫人，江公子来了。表妹，许久不见，父亲让我来给侯府送些南方的特产。表哥，好久不见了，舅母和韵竹变妹可好？都好，他们过几日便进京了。他们认识10年，他小时候什么样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世子，在下江池让，是久违的表哥。小时候，他最喜欢跟在我身后，让我带他去放风筝。小时候常一起玩。表哥，别取笑我。表妹还是这么爱害羞，你我之间不必如此客气。夫君，你怎么了？从主院回来就一直不说话。没什么，只是想起一些旧事。夫君在边关辛苦了这么多年，如今回京述职，该好好歇歇才是。柳儿，你觉得我比大哥差很多吗？怎么会？夫君在边关拼杀保家卫国，那是拿命在搏。大哥虽在朝中为官，可哪里比得上夫君的功劳？可父亲不这么想，在他眼里，谢燕里做什么都是对的，我做什么都不够好。他17岁入仕为官，我17岁去边关；他入内阁，我在边境跟刘兵拼命。可父亲从头到尾连一句做得不错都没说过。夫君，算了，不说这些。你好不容易进了侯府，以后好好过日子便是。你我是夫妻，荣辱与共。总有一天，我要让父亲看到，我不比谢燕履差，甚至做得更好。快了，很快，我会让所有人看到，我谢荣之不比任何人差。小姐，他还是没有看我一眼。小姐，你别难过了。小姐，或许世子爷刚才走得匆忙，根本没注意到是小姐你在跳舞。若是世子爷知道是小姐你在跳舞，肯定不会这般直接离开的。你说的对，他肯定没看清是我。山琴，你说的对，我不能这么轻易放弃。谢燕礼，你早晚会后悔的。我会让你看到，我比秦九微好1000倍、10000倍。那小姐，我们现在怎么办？去厨房。我不仅善舞，烹调更是一绝。谢世子，你早晚会看到我的好。少夫人，邱姑娘来了。我倒要看看这位邱姑娘要玩什么花样。让她进来。嫂夫人，邱姑娘，这更深露重的，你怎么来了呀？是姨母吩咐我来的。姨母挂心燕离表哥的身体，便嘱咐月离给燕离表哥煲些参汤补身。恐怕不是侯夫人挂心，是你挂心吧？这样啊，
那真是辛苦邱姑娘了。不辛苦的，只要是为了见李哥哥好，岳雷辛苦一些也没什么的。嫂夫人，燕离表哥的书房在哪儿？这是我亲手做的，想要亲自去送。小何，带邱姑娘去世子爷的书房。世子爷在忙，不便见客。我是奉侯夫人之命来给燕离表哥送羹汤的。今天还是药膳吗？燕离表哥，我给你煲的是参汤，不是药膳。怎么是你？燕离表哥，出去！燕离表哥，出去！世子爷明明对少夫人那么温柔，怎么对邱姑娘就这样？小姐，邱姑娘哭着从世子爷书房出来了。意料之中，只有没真正接触过谢燕离的人才会觉得自己有机会得到她的心，但实则那人就是个冰块，暖不热的。小姐，您怎么一点都不担心？有什么好担心的？谢延礼要是那么容易动心，也不会到现在才成亲。他们认识10年，他小时候什么样，我不知道；他喜欢什么，我也不知道。江池让却什么都知道。老夫人，燕礼是侯府长子，以后是要承袭爵位，撑起整个侯府的。可他如今成婚这么久，连个自己的孩子都没有，这怎么行啊？是啊，你说的这些我都知道。也正因为如此，我才急着让燕离娶妻成家。九薇这孩子长相出挑，性子温婉，办事更是周到得体，恰到好处。论模样，论品行，实在是挑不出一点错来。可老夫人您可知，燕礼和九薇两人成婚这么久，至今只同房过一次。照这样下去，不知道何年何月您才能抱上重孙，侯府也才能有继承人啊。所以我想着，不如给燕礼屋中再添个人，帮着九薇附奉燕礼，绵延子嗣。这人选我都替您选好了，是我那外甥女邱月离，模样周正，性子温顺，手脚也麻落。那孩子自己也是心甘情愿的，一心想着侍奉燕礼。这件事终究是燕礼和九薇的家事，九薇是正室夫人，此事若是不跟她商量，难免显得咱们委屈了她。还是要先问问九薇的意见，她若是没有异议，再议也不迟。老夫人说的是我考虑不周，我这就让人去请九薇过来。祖母、母亲，九薇来了，不必多礼。祖母今日找你来，是有一件事想跟你商量。你也知道，燕礼是侯府长子，承袭爵位、绵延子嗣是他的责任，也是咱们侯府的大事。你和燕礼成婚许久，一直未有身孕，你母亲也是急在心里，便想着给燕礼屋中添个人，帮着你侍奉燕礼，也能早日为侯府添丁进口。人选已经选好了，是你母亲的外甥女邱月离。孩子性子温顺，手脚麻利，也是心甘情愿来侍奉燕礼的。祖母知道这事儿若是没有跟你商量，有些唐突，所以特意叫你来问问你的意思。你若是不愿意，咱们便不提此事。夫君的事自然由夫君做主，只要夫君同意，九薇自然不会有意见，也会好好待邱姑娘。这种事推给谢燕礼就好，以她的性子，肯定不会同意。你这孩子倒是懂事。祖母，燕礼啊，我和你母亲打算将邱月离与你做妾。祖母，我并无纳妾之意，此事不必再提。九薇已经同意了，她都没意见，你还有什么好顾虑的？她说同意，她居然说同意。祖母、父亲、母亲，我今日把话说明白，我并无纳妾之意，且今生都不会纳妾。我都已经自降身份，心甘情愿来给你做妾了，你都不愿意接受我吗？你就这么讨厌我？罢了，婚姻大事，纳妾与否，终究是你事，外人强求不得，终究要你自己做主。行了行了，都吃饭吧，此事以后再不许提了。秦九薇有什么好？既不会做饭，也不会跳舞，
他甘心这辈子只守着他一个人吗？小姐，您听说了吗？世子爷今天在善昌上当众说，他今生都不会纳妾呢。这下您就放心了。这伤是怎么来的？禀少爷在书院时成绩很好，经常受到夫子的夸赞。临安侯的儿子李元便由此极恨景少爷。你们都是好孩子，你们都有在为彼此着想。这些钱你收着，拿去看病养伤。景哥儿的事情我会解决，等事情了结，你还来伺候他。多谢少夫人。小姐，这件事要怎么解决才好？临安侯老年得子，对这个李元系的如珠如宝，在京城里向来是横行霸道的。说起来，前几日春少爷从练武场回来，撞见景少爷一个人在院子里坐着发呆。你放心，我有分寸的。谢景性子内敛隐忍，受了委屈只想着自己扛。可春哥不一样，他性子刚直，最是护短，又是长子，一身武艺正好能派上用场。这事找他再合适不过了。对了，咱们家的老大从练武场回来了吗？已经回来了，现在在屋中换衣呢。让他来一趟。母亲，您叫我，是不是二弟在书院受欺负了？我就说他最近不对劲，天天闷在屋里不说话，问他什么都不说。是不是那个临安侯府的李元汉的？我早就看那小子不顺眼了。你的腿伤好些了吗？母亲放心，已经好多了，这点小伤根本不算什么。那就好，我叫你来是有一件事想找你帮忙。母亲但说无妨，只要能帮母亲，能护着弟弟们，我肯定帮。上刀山下火海，绝不含糊。你会打架吗？啊？敢欺负我的孩子，就要付出代价。还敢来上课？谁家还没个侯爵？没想到二弟还蛮有习武天赋的，不会是文武双全天才吧？没事吧？母亲，谢谢。母亲不知，刚才二弟也跟着我们一起打了李元，踹了好多脚呢。踹了几脚。就她这样的身份，竟能嫁给谢世子，可真是走了大运了。也不知谢老夫人是怎么想的，居然选了这么个孙媳。别再让本世子听到这些话。燕礼，你来了，许久未见，随本王去主院去了。王爷，失陪一下，我前去更衣。燕礼啊，这是本王最近新得的好酒，你可一定要尝尝。夫君，前几日你感染风寒，大夫特意叮嘱，让你这几日不要饮酒，不利于身体恢复。夫人说的极是，我差点忘了，实在抱歉，身体不适，今日不能同王爷一起饮酒。这女人就是故意炫耀自己是世子夫人，故意在众人面前刷存在感，真是恶心。天气闷热，世子身体又未痊愈，不如到外面的凉亭处商议，会更凉爽一些。
妾身内待妇人，只知关心夫君，若是言行无忖，还望齐王殿下不要怪罪。父亲世子身体要紧，去外面也是一样的。淑语说得对，燕离，你身体最重要。我们到外面凉亭慢慢商议。世子夫人，诗会要开始了，长公主今日也来了，说想见见您。夫君，小佳琪。你没事吧？伤到没有？别怕，我在这儿，我没事。父亲母亲居然抱在一起了！燕离，你没事吧？在本王的王府中竟有人行刺，这还了得！本王定会彻查此事，给你一个交代。有劳王爷。还愣着干什么？立刻去查，掘地3尺，也要把幕后之人给本王找出来。是。一群废物！谢燕离居然穿了锁子甲！王爷，谢世子之前赴宴从未穿过锁子甲，这次不知为何。谢燕离，他到底知道了什么？吓坏了吧？有一点，但幸好你没事。夫君，你现在相信我说的话了吗？你说齐王会刺杀我的时候，我就该信的。但我不明白，你为何能提前知道这些？孟县赈灾，你让我陪你回门，我躲过了一场刺杀；齐王失会，你让我穿锁子甲，我又躲过一劫。夫君，如果我说我做过一个很长的梦，梦里我活了10年，经历过很多事情，你信吗？梦，不是梦。他的眼神告诉我那不是梦，但他不愿说，我便不问。我信，不管你说什么，我都信，因为是你说的。谢谢你，夫君。对不起，夫君。等时机成熟，我会把一切都告诉你。这个梦，我梦见你在齐王诗会上遇刺，我梦见他的梦会成真，那我的呢？备马，去万佛寺。世子爷，现在天还没亮。现在。谢世子，请坐。大师，我昨晚做了个梦，先是在孟县赈灾时被刺客射中手臂，后来在齐王府议事又被刺伤右腿，最后竟梦见齐王谋反，我只能坐着轮椅评判。这个梦太过真实，我从未做过这样的梦。谢世子，老衲曾与谢家老夫人说过，往后的路你与夫人需共度一段考验。大师是说，我梦里的事便是那考验？前路虽有波折，但只要夫妻同心，定能平安度过。秦家女心地善良，与你心意相通，自会你逢凶化吉，珍惜眼前人便是最好的缘分。原来如此，他的梦
不仅是梦，是上天给他的警示，而他把这些警示用在了我身上。多谢大师。以往果然有反心，他梦到的孟宪和齐王府刺杀都成真了，那他梦到的疫病也会成真吗？要在他动手之前布好局。别怕，抓过来，要活的。这位夫人伤口并不深，见伤处也无毒，等会儿敷一些上好的金疮药即可。有劳大夫了。跪下。是临安侯世子李渊之使，大人饶命，放过小人吧。临安侯敢伤我妻儿，就要付出代价。凶手抓到了，是临安侯府的人，李渊指使的。一个9岁的孩子，竟然如此恶毒。有其父必有其子，临安侯依仗权势肆意妄为，欺压百姓，其子耳濡目染，心性阴毒，行事怠劣。你放心，我会让他们付出代价。微微，小心。陛下，臣有本要奏：临安侯滥杀无辜，屠戮平民百姓，其罪当诛。陛下，臣冤枉，臣绝无滥杀平民百姓之举。陛下，臣有确凿证据，绝非诬陷。临安侯之子李渊带着一众随从，在京城大街喝令随从放箭伤人。谢爱卿，这件事就交给你了，彻查此事。若情况属实，按律严惩，绝不姑息。微臣遵旨。若无其他事，众卿便退朝吧。退朝。谢世子，谢世子留步。谢大人，这件事我实在是冤枉啊！只要这一次你能放我一马，高抬贵手，我以后定会倾尽家财报答你。你要什么我都给。临安侯，你还是先把自己家给管好，再说其他，比如你的儿子。侯爷救我！谢世子他要杀我，他已经插到我头上了。炸！父亲，你打我！你疯了！你这是要害死全家呀！什么？临安侯带着李渊来了？小姐，他们不会是来找麻烦的吧？毕竟世子刚在朝堂上接了弹劾临安侯的案子。走，去见客。世子夫人，之前多有得罪，今日特地带犬子来道歉，希望你们大人有大量，能够消消气。还不快去，快去道歉！抱歉，我错了，我以后再也不会了。你接受这个道歉吗？不接受。我都道歉了，你还想怎么样？你怎么说话呢？那你说，你想让我怎么做你才会消气？多少钱财的补偿都可以。我不要什么钱财。世子夫人，这个实在是不行。梧桐书院是京城最好的书院，除了这儿，他还能去哪儿？换不了，没有父母会放心孩子和欺负他的人同校。大嫂，何必这么斤斤计较呢？不过是寻常孩子间的打闹，何必要逼到人家退学的地步？
李公子还是个孩子，你何必跟一个孩子计较？三妹，闭嘴！告诉父亲，为什么要求他退学？我害怕李元在欺负我。林安侯，这就是你真心实意的道歉。好，我答应，让元儿从梧桐书院退学。父亲，我不想离开梧桐书院。你真的会放过他吗？当然不会。这人看着清清冷冷，像个神仙一样，没想到是个腹黑。以后更要努力装贤淑，绝对不能得罪他。好计策，学到了。表姐，好久不见，你想不想我？当然想啦。表姐，这个是我送你的礼物。表妹，这你做了多久？没多久，表姐你喜欢最重要。好孩子，让舅娘好好看看，长这么大了。舅娘，别在门口站着了，我们进屋说话。她已嫁作人妇，我们再无可能了。表哥，最近功课如何？春闱在即，可要好好准备。多谢表妹关心，正在用心准备。再过一段时间，咱们运主也要成婚了。运主，你和陈修明的婚事，你可满意？满不满意有什么用？这是长辈从小就定下的。自古女子出嫁都是父母之命、媒妁之言，根本不由我做主。我早晚要出嫁，不是陈修明，也会是别人。那场大梦里，运竹嫁到陈家不到半年就去世了，得的是恶疾。现在，我绝不会让运竹再出事。你是怎么做事的？你险些烫到我夫人，真以为今天这事儿道个歉就能解决吗？陈修明，江小姐，你怎么也在这儿？她是谁？这不是怡红院的头牌孟姑娘吗？听说前段时间被人赎出来了，没想到竟是陈公子的手笔啊！孟娘确实是我从怡红院赎出来的，她现在是清白的身份了。我要纳她为妾。孟娘为人温柔和善，你们定能相处融洽。你还要纳她为妾？我不同意！哼，你敢打我？哼，你同不同意不重要，能嫁给我是你的福气。我们陈家是伯爵，我爹也只有我这么一个儿子，我以后是要袭爵的。你我是长辈定下的婚约，你放心，只要你容得下孟娘，我自会好好待你，让你做一个体面的伯爵府少夫人。陈修明，你太过分了，你就不怕我们江家退婚吗？哼，你想退就退，我还有事，不跟你说了。表姐，我要退婚，我一定要退婚。好，我们退婚，我这就陪你回江家。御林军前往教场，行人退避，避免误伤。夫人，小心。表舅，你还会做饭吗？会一点。你母亲小时候最喜欢吃我做的清蒸鲈鱼。又是鲈鱼。世子爷要不要也尝尝？
虽说比不得侯府大厨的精妙手艺，好歹也是我的一片心意。多谢江表哥，不过久违近日胃口不太好，还是清淡些好。夫人，尝尝这个，不油腻。多谢夫君。他过得很好，这就够了。哼，江运竹，你跑什么？我话还没说完呢。你还想干什么？我想干什么？我想告诉你，别以为退婚就能甩掉我。你江运竹这辈子都别想嫁给别人。放开我！不放又怎样？你昨日扇了我一巴掌，这巴掌我必须要还回来。放开我！你干嘛去？我话还没说完呢。陈修明，又是你！你要是敢退婚，我就毁了你的名声，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你江家女儿不知廉耻，看还有谁敢娶你！再让我看到你纠缠他，后果自负！沈行简，你给我等着，这事儿没完！多谢沈将军。江小姐不必客气，日后若再遇到麻烦，可以去御林军大营找我。江运竹，有意思。退下吧。是，小姐。啊！沈行简，我的心怎么跳这么快？不行，我得和父母坦言今天陈修明的事，这婚必须退。父亲、母亲，女儿有件事一直未曾告诉你们。前日女儿和表姐去采买嫁妆，路过庆和戏院门口，正好撞见陈修明。他当时正搂着从怡红院赎出来的青楼女子孟娘，当众对着戏院小厮破口大骂，行径嚣张跋扈。见到女儿之后，他非但没有半分愧疚，反而把那青楼女子搂得更紧，当众扬言要纳她为妾，还说女儿能嫁给是天大的福气，容不得女儿有半分分意，甚至嘲讽女儿不知好歹。当时戏院门口围满了人，全京城的百姓都在看女儿的笑话，女儿的脸都被他丢尽了，又被他在街边拦住。他一身酒气，拽着女儿的手腕不肯放。他甚至还扬手要打女儿，若不是御林军的沈将军恰巧路过出手相救，女儿今日恐怕就要被他打了。父亲、母亲，这样的人，女儿死也不嫁。这门亲事，女儿一定要退。这个陈修明简直欺人太甚，我们江家的女儿岂容他这般作践？我苦命的儿啊，是爹娘没给你看好人，让你受了这么大的委屈。明日一早我就去侯府找你表姐，这件事牵扯到陈家与江家两家的颜面，不能就这么算了。放心，有父亲在，绝不会让你再受半分委屈。小姐，舅老爷来了，正在前厅等着见您。这么早过来，怕是出了什么急事。舅舅，出什么事了？您怎么这么早过来了？被陈修明在街边拦住，拽着他的手腕不肯放，还威胁说要是敢退婚，就毁了运竹的名声。运竹回来之后哭了一整夜，铁了心要退婚。可陈家那边，陈修明的父亲陈伯爵今天天不亮就进宫了。进宫？他进宫做什么？听说是要去求皇上为陈修明和运竹赐婚。咱们江家虽然也是世家，可终究扛不过圣旨。若是皇上的赐婚圣旨真的下来了，这婚就彻底退不了了，运竹这辈子就毁了。舅舅放心，这件事我来想办法。九薇，
你要怎么做？陈家已经先一步进宫了，咱们现在怕是来不及了。陈修明想请旨赐婚，那我们就抢在他前面，先下手为强，让皇上清清楚楚的知道这门婚事根本就不该成。去文渊阁递话，让世子爷今日散朝后早些回府，直接在宫门口与我会合。还有马上备马车，我现在就要进宫。是。去。小姐，皇宫到了。皇上，求您为犬子赐婚。陈爱卿，你儿子不是早就和江陵的女孩江韵竹有婚约在身吗？婚约已定，怎么还要朕特意为你们赐婚？回皇上，两家虽早有长辈定下的婚约，但臣想请皇上赐婚，以显皇恩浩大，也是我们陈江两家的无上荣耀。朕知道了，你先退下吧，此事朕考虑考虑。皇上，谢世子和世子夫人求见，正在殿外。让他们进来。你们二人今日一同进宫，所谓何事？皇上，臣妇此次进宫是为了臣妇的表妹江陵之女江韵竹与陈伯爵之子陈修明的婚约而来。倒是巧了，怎么今日都是为了这一件事？刚才陈伯爵也为了此事来了一趟，他想要朕为他们两人赐婚，定下这门亲事。皇上，您答应了吗？自然没有，婚姻不是儿戏，关乎两个世家，更关乎女子一生的名节与幸福。朕自然要先问过江家的意见，问清楚事情的来龙去脉，才好决定究竟要不要赐婚。多谢皇上圣明。皇上，臣妇此次来，并非是为了请您赐婚，恰恰相反，是想请皇上下旨，取消江韵竹与陈修明的这门婚约。哦，此事倒稀奇，你且细细道来，究竟是何缘故要朕下旨退婚？回皇上，前日臣妇陪着表妹江韵竹出门采买嫁妆料子，路过京城庆和戏院门口，正巧撞见陈修明。他当时正搂着从怡红院赎出来的青楼女子孟娘，当众对着戏院小厮破口大骂，刑警嚣张跋扈。见到江韵竹之后，他非但没有半分愧疚与收敛，反而将青楼女子搂得更紧，当众扬言要纳这青楼女子为妾，还说江韵竹能嫁给他是天大的福气，容不得他有半分异议，甚至当众嘲讽江韵竹不知好歹。当时戏院门口人潮拥堵，满京城的世家子弟、平民百姓都围欢看热闹，指指点点，议论纷纷。江韵竹是未出阁的世家贵女，被未婚夫当着全京城人的面搂着青楼女子这般羞辱，当场便气红了眼，回去之后哭了一整夜，身心巨受重创。荒唐！世家子弟当修身立德，他却当众羞辱未婚妻，置世家体面于不顾，简直不成体统。你继续说。更过分的是，第二日，陈修明竟还在闹市街巷拦住江韵竹的去路，不仅毫无悔意，还出言威胁，扬言江韵竹这辈子都别想退婚，甚至抬手要打江韵竹。若非沈将军恰巧路过出手相助，后果不堪设想。放肆至极！光天化日之下，竟敢对世家贵女动手！陈修明眼中还有王法吗？还有朕吗？皇上，陈修明品行败坏，流连青楼，嚣张跋扈，毫无君子之风，更绝非良配。这门婚约是长辈早年定下的，江韵竹本就万般不愿，如今又遭此奇耻大辱，更是铁了心不愿嫁入陈家。强扭的瓜不甜，若是强行将二人绑在一起，不仅会毁了江家女儿的一生，日后恐还会生出更多事端，有损世家体面。臣妇恳请皇上圣裁，下旨解除二人的婚约，还江家女儿一个公道。照你这般说，那陈修威确实品行不端，不是良配。世家子弟竟如此荒唐，成何体统？陈修明品行不端，有辱斯文，即刻解除与江家的婚约，罚陈修明在闹市街头跪1个月，以儆效尤。多谢夫君今日陪我进宫，还为我筹谋了这么周全的计策。你我之间不必言谢。再有10日
菊花宴上，运竹的婚事就能彻底解决了，他终于能摆脱陈修明那个烂人了。你看内乡的几位公子，皆是青年才俊，我看那白衣公子与你倒是十分相配。月离，这位是翰林院大学士家的耀子陶坚，陶公子才情颇高，在京城青年才俊里颇有名气，家境也殷实，与你正好相配。陶公子好。早闻邱小姐才貌双全，今日得见，果真是名不虚传。我琴棋书画样样精通，容貌身段不输京中任何一位贵女，凭什么就要在这些平庸之辈里挑拣？月离，你的婚事不能再拖了。这些公子虽不如宴里那般样貌出众、位高权重，但也都是京中数一数二的好人家，家世清白，人品周正。你也该收收心，好好挑一个了。姨母，我知道了。为什么？为什么我遇到的男人都比不上谢艳里和谢重之？凭什么秦九莹能嫁给谢艳里那样的人中龙凤，徐柳儿那样的乡野村妇都能嫁给谢重之，我却只能在这些歪瓜裂财里挑？我不甘心。表哥，妹妹有事。表哥，我有话想跟你说。自从表哥回府，月为一直很仰慕表哥的为人与才情，不知表哥可愿多与月如说说话？月如在侯府中也没什么熟人，无依无靠的，只有表哥能让月离觉得。表妹自重，我已娶妻，与今日这番话若是传出去，让是夫人柳儿听到了，该如何自处？让侯府的颜面往哪搁？表哥，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只是……住口！你若再这般不知分寸，口无遮拦，休怪我不念这一点亲戚情分，直接将你送出侯府。我谢重之这辈子只认柳儿一个妻子，绝不会有半分二心。为什么？为什么谢世子不要我，谢重之也不要我？我哪一点比不上秦九妹？我哪一点比徐柳儿差？她不过是个没见过世面的乡野村妇，凭什么能到谢重之的一心一意？我却要落得这般下场。夫人不好了，出大事了！慌慌张张的像什么样子？出什么事了？夫人，出大事了！刚才奴婢路过花园，亲眼看到邱小姐拦着二少爷，在凉亭里说了好多不成体统的话。邱小姐说仰慕二少爷，说在府里无依无靠，只认二少爷一个人，话里话外都透着不该有的心思。二少爷当场就冷了脸，把邱小姐狠狠训斥了一顿，说她不知自重，还说要是再敢这样，就直接把她送出侯府。说完甩袖子就走了。当时凉亭附近还有2个洒澡的丫鬟都听见了，这事儿怕是用不了多久，全府上下都要知道了。这个邱月饶真是越来越不像话了。去，你现在就去岳灵院告诉他，让他立刻收拾东西搬到城东的别院去住。侯府容不下他这样不知廉耻没有分寸的人。还有他的婚事，让他自己看着办，我是管不了了，也懒得再管。是夫人，奴婢这就去办。小姐，侯夫人那边真的就这么定了？咱们真的要搬去城东别院吗？要不要奴婢再去求求侯夫人，让她再给您一次机会？不必去求，求了也没用。我自认才貌不输京中任何一位贵女，琴棋书画样样拿得出手，为何偏偏得不到我想要的？谢艳里看不上我，谢重之也看不上我，难道我邱月玲这辈子就只能嫁给那些平庸之辈，潦草度日吗？小姐，那之前说的几门亲事，张公子家世更好些，家底厚，人也老实，要不咱们还是再考虑考虑。就李公子吧，家世虽不如张公子显赫，但至少长相看可。我这辈子受不了跟一个丑人过一辈子。京城，我终究是留不住了。这是，难道是他？臣妾参见皇上。起来吧。臣妾每日在宫中读书练字，研修诗词。以前是臣妾不懂，惹皇上烦心，如今只想安安静静的待着，不给皇上添麻烦。传朕旨意，秦常在贤良淑德，今为贵人，迁居清婉中住，陪朕走走。是。
秦九薇，你能做到的，我也能做到。等着吧，我迟早会取代你在皇上心中的位置，成为这后宫最尊贵的女人。陛下，微臣有一事恳请陛下恩准。沈爱卿有何事要奏，但说无妨。臣心意江小姐已久，情请深重。如今江小姐的婚约既已赐婚，让微臣娶江小姐为妻，一生一世护她周全，绝不负她。原来他真的对我有意。朕问你，对于这赐婚一事，你意下如何？回陛下，承蒙沈将军厚爱，臣女心中亦是欢喜的。若能得陛下赐婚，与沈将军结为连理，运竹愿与将军相熟以沫，相伴一生。哈哈哈！好，既然你们二人两情相悦，朕今日便做这个主，赏绫罗绸缎千匹，翡翠玉器100件，另赐凤头金簪1只，黄金1万两，则即日完婚。多谢陛下成全。谢陛下。绫罗绸缎千匹，翡翠玉器100件，还有凤头金簪，这可是郡主出嫁才有的赏赐规格啊！皇上对沈行俭果然是格外看重。小主，宫宴上的东西来路不明，还是少用些为好。怕什么？本小主如今是皇上亲封的贵人，谁敢害我？秦贵人，你这是怎么回事？御前失仪，成何体统？太后娘娘恕罪，臣妾突然身体不适，不是故意的。身体不适就该在宫中歇着。来人，把秦贵人带下去，杖责20，禁足轻无3月，每日抄经100遍，好好反省。带走。太后饶命啊！太后，你这水性杨花的女人，你早就和沈行俭暗通关曲，等着今日在宴会上让我出丑，然后你们好双宿双飞，是不是？你胡说八道什么？我跟你已经没有关系了，你让开！你这个女人，竟然背叛我！我得不到的，别人也别想得到！住手！别怕，有我在，我不会让任何人伤害你。派人跟踪驸马，查清楚他每次出门都去了哪里，见了什么人。少奶奶，驸马怎么了？好端端的，怎么突然要跟踪他？我怀疑他在外面有人，而且云芝怀孕这几个月，他频频借口公务外出，行踪诡异，我总觉得不对劲。是，奴婢这就去安排。不用，进来吧。去查一下，驸马最近都跟什么人来往。是。少夫人，属下无能。驸马爷每次出门都会刻意绕路，还会用身甩掉跟踪。我们前到他每次都会往城南的方向去。看来还请了高手护卫。少奶奶，连咱们的暗卫都跟丢了，谁能查到他的行踪啊？要想知道他到底在干嘛，就要找到武功更高强的人。谁？谢宴里的暗卫。夫君，夫君，我想借你的暗卫用一用，就几天。好。你都不问我要做什么吗？不怕我惹出什么麻烦？不用问，你想做什么，尽管去做。出了事，由我担着。少夫人，查到了。驸马爷每次甩掉跟踪后，都会去城南一条偏僻小巷中的独门小院，里面住着一个叫柳娘的女子。她几乎每隔2天就会去一次，每次都要待上1个时辰左右。出来时总是衣衫不整，神色慌张。继续盯着，查清楚他们每次见面都做什么，还有查这个柳娘的底细，她是什么时候被陈怀之安置在这里的？是，属下告退。云芝怀着身孕，日日在府中盼着她回去，她却在外面金屋藏娇养外室。前世她就买通产婆，想要害死云芝和孩子，这一世她竟然还敢这么做，实在是恶心至极。备马车。明天一早我们去长公主府。小姐，要告诉长公主吗？要让她亲眼看到。你就在门外等我。世子夫人，公主在花园里，您请进。公主，今天天气这么好，
我们出去逛逛吧。好呀，自从怀孕后，除了长公主府皇宫，其他地方我就再没去过了。九薇，这是哪儿？怎么这么偏僻？我带你来见一个人。是谁啊？找死吗？公主，你怎么会在这里？陈怀之，我怀着你的孩子，你竟然在这里和别的女人鬼混，你对得起我吗？云芝，快叫大夫，立刻回长公主府。秦少夫人放心，长公主只是急怒攻心，动了胎气，幸好送医及时，胎儿并无大碍，只需好好静养，切勿再动怒即可。九薇，我该怎么办？我真的好傻，竟然一直相信他说的话。云芝，你是长公主，是皇上的亲姐姐，身份尊贵，不必依附任何男人。陈怀之背叛你，便是欺君罔上，这件事绝对不能姑息。我要进宫，我要告诉皇上，我要和他和离。陈怀之，你竟敢欺君罔上，在外养外室，辜负长公主！朕的皇姐也是你能辜负的。殿前武士，将陈怀之革去驸马爵位，杖责50，流放岭南，永世不得回京。陈家所有人降爵一等。陛下，陛下！皇姐，你受委屈了。无妨，现在一切都结束了。我现在只想好好把孩子生下来，把他养大，再也不想管这些糟心事了。重之啊，你在边关驻守多年，屡立战功，如今回京述职，正是大展宏图的时候。本将军敬你一杯。将军客气，末将不过是尽了本分，能得将军赏识，是末将的荣幸。末将敬将军。谢夫人，听闻你是边关人士，边关苦寒，风沙又大，你跟着重之在那边待了这么多年，肯定吃了不少苦吧？回夫人，但能肯陪他在夫君身边，妾身不觉得苦。来，尝一尝我们府上自酿的桂花酿，度数不高，甜丝丝的，最适合女子喝了。夫君，我想去趟净手房，很快就回来。去吧，路上小心点，别乱走。怎么做事的？毛手毛脚的，成何体统？将军饶命！将军饶命！奴婢不是故意的。你怎么走路的？不长眼睛吗？冲撞了李将军，你担待得起吗？我没有。在座这么多夫人小姐，怎么偏偏就你出事？你就是诚心的，想给本将军丢脸，毁了我的前程，是不是？同之，不过是小事一桩，何必动这么大的气？一个侍女而已，罚下去就是了。将军恕罪，是末将管教不严，内人不懂规矩，扫了大家的兴。回去后我定会好好管教他，绝不再犯。还不快向李将军赔罪！李将军，妾身失礼，请将军恕罪。罢了罢了，起来吧，继续喝酒。谢公子怎么能当众打夫人啊？这也太不给面子了。听说这许氏是边关农家女，出身低微，谢公子肯定不重视她。他当众打我，他居然当众打我！在边关的时候，他说过会护我一辈子的。我在他心里到底算什么？不过是一个给他丢脸的累赘罢了。今天的事是你自找的，我早就跟你说过，在京中不比边关，一言一行都要小心谨慎，你偏不听。我没有冲撞他，是侍女不小心。哼，那又怎样？谁看见了？李将军只看到汤汁溅在了他身上，只看到你站在他身边。我不罚你，难道要罚李将军的？谢重之，我问你，我在你心里到底是什么？你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还能是什么？妻子？你当众扇我耳光，看着我被所有人指点点的时候，想过我是你妻子吗？在边关的住破屋子吃粗粮，你说等回京了一定让我过上好日子。可现在锦衣玉食有了，你却变了。柳儿，我也是为了大局。我刚回京，根基不稳，不能得罪任何一个人。等我站稳了脚跟，以后一定好好补偿你。为了大局，为了你的前程，我想要的从来不是什么锦衣玉食，
我只是想要你像以前一样待我。别不知好歹，我辛辛苦苦在边关拼杀，不就是为了让你过上好日子吗？你现在反倒怪起我来了。锦衣玉食，可我宁愿回到边关那间漏风的破屋子，宁愿每天吃粗粮野菜，也不想再这样活着了。我们之间早就回不去了。哟，嘿嘿，这不是陈伯爵家的公子吗？往日里多嚣张啊，怎么今天跪在这儿了？听说他在宫里的菊花宴上冲撞皇上，当众撒泼，皇上龙颜大怒，罚他在这闹市街口跪整整1个月呢。每天辰时来，戌时才能走，就是要让全京城的百姓都看看这目无王法的人是什么下场。真是活该！都怪江韵竹那个恶姬，要不是他，我也不至于如此。沈行俭、江韵竹，你们给我等着！林太医，我儿怎么样了？要不要紧啊？陈夫人放心，陈公子只是中暑加上体力不支才晕倒的，身体并没有什么大碍，好好休养几日便没事了。多谢林太医，多谢林太医。世子夫人安。陈修明怎么样了？回世子夫人，陈公子只是中暑晕倒，并无大碍。不过，他右臂上已经出现了几个泛红的肉疙瘩，还有溃烂的迹象，确是花疗病的早期症状。知道了，这件事你全当不知道，不许给他开任何治疗花疗病的药，就当是普通的皮肤炎症处理，任由他自生自灭。可是，即使陈修明病死了，那也是他自己病太重，跟你有什么关系？谁会怀疑宫中御医的医术？是，微臣知道该怎么办了。这是赏你的。多谢世子夫人赏，微臣定将此事办好。上一世，韵竹嫁到陈家不到半年就死了，得的是花柳病。陈修明自己在外不干不净，染上了病，还要回家祸及妻子。这一世，我要让他受到1000倍100倍的惩罚。柳儿姐，你爹娘的坟被人刨了，我们拦不住，报官也没人管，连爹娘的坟都保不住，我还能指望谁？谢重之吗？他心里只有他的前程，根本就不在乎我。这个家，真的还有我的位置吗？怎么了？没什么，就是突然想家了，想起了爹娘。想家就给你家里写封信，托人捎回去。多大点事儿，至于哭哭啼啼的吗？想家，我还有家吗？大嫂能靠自己的本事赚那么多，我为什么不能？我也有手有脚，也会绣花织布，我也可以靠自己活下去，不用看任何人的脸色，不用再被人当众羞辱，不用再守着这个冷冰冰的家。只要有钱，有路纸，我就能离开这里，走得远远的，再也不回来。二少夫人，您这是？山平，你明日出府采买的时候，帮我找家靠谱的当铺，把这些东西换成银子，卖掉。为什么？这些都是您最喜欢的首饰啊！别问为什么，
小心些，别让府里的其他人发现，尤其是二少爷。二少夫人放心，奴婢知道该怎么做了。我们运竹真好看，今天是全京城最美的新娘子。表姐，你又打趣我。今天是你大喜的日子，可不能哭。沈行简是个值得托付的人，以后他会护着你，再也没有人敢欺负你了。我知道的，表姐，我会坚强的。只是我有一点忍不住，舍不得爹娘，也舍不得你。傻丫头，我们都在京城呢，以后想我了，随时都可以去侯府找我，我也会经常来看你的。世子夫人，二小姐，长公主来了，我也来凑个热闹，给我们运竹添妆送亲。多谢长公主，还特意跑一趟，多谢表姐。跟我客气什么？快别哭了，妆哭花了可就不好看了。等你成了亲，我们3个还可以一起出来吃茶、赏花、打马球，日子热闹着呢。这是我给你的添妆礼，以后沈行福要是敢欺负你，你就告诉我，我让皇兄收拾他。花轿到了，新郎官已经到门口了。起轿！一拜天地，二拜高堂，夫妻对拜，送入洞房。那场大梦里，运竹嫁到陈家不到半年就死了，现在她终于有了好归宿，许多遗憾终于都被弥补了。天哪，这是怎么了？快去请府医！夫人的病情已经拖延太久，肺腑早已受损，如今最要紧的是静养，万不可再忧思劳累，否则怕是回天乏术了。知意呀，你的身子不能再这样拖下去了，管家的事情，婆母，我还可以撑一撑的。这管家权是我拼死争来的，怎么甘心就这么交出去？听我的，你好好养病，等你病养好了再继续管家。这段时间让九梅来管家，柳儿从旁协助。是。谢燕离已经够碍眼了，现在连管家权也要交给秦九薇，重置在侯府，以后还有位置吗？不行，等我这病好了，一定要把管家权拿回来。少夫人，不好了，怡安院出大事了！慌什么？慢慢说，出什么事了？回少夫人，侯夫人刚才在老夫人面前禀报账目，突然咳得厉害，还吐了一大口血。府医来看过了，说夫人肺腑受损，
必须静养，不能再劳累了。什么？侯夫人咳血了？这么严重？是啊，老夫人已经发话了，现在周心着急，说以后府里的管家权暂时交给少夫人您打理，还让二少夫人从旁协助您呢。小姐，这下可好了，您终于能名正言顺地管侯府的事儿了。不过这管家的事又多又杂，您本来就够忙的了，还要管这些，会不会太累啊？而且侯夫人肯定不甘心，以后说不定会找您麻烦。侯府的这些弯弯绕绕比后宫简单多了，不过也不能掉以轻心。放心，我心里有数，累点不算什么，总比看着有些人把侯府搅得乌烟瘴气好。小何去，把库房的所有账本都搬过来，还有各院的月例账、田庄账一并都抬过来。是，奴婢这就去。管事者当以府中事务为重，恪尽职守，而不是借着职务之便中饱私囊、拉帮结派，甚至欺上瞒下。我给你们3日时间，3日之内所有账目上的泄露错落，最好尽快补上。若是等我查出来，后果自负。是。这不是燕窝，不是燕窝，可看着跟平时的一模一样啊。厨房说是今早刚炖的上等血燕，真正的燕窝口感滑嫩柔软，入口即化，带着淡淡的蛋黄香。而这碗燕窝却少了那种润滑细腻的质感，反倒有些黏滞发腻，似焦非焦，估计是用木薯粉和泡发的银耳打碎了勾兑出来的。糊弄厨房好的胆子，竟敢以次充血！去，把副采买补品的邱嬷嬷叫来，我倒要问问她，我每月拨给厨房那么多银子，都花到哪里去了？燕窝里竟掺了泡发的银耳充数，你是觉得我不会察觉？少夫人，老奴一时糊涂，求少夫人饶命。一时糊涂？我看你是糊涂了不止1天2天了。这账本上记着，上个月你才买了10斤血燕，每斤8两银子。可我查了京城最大的药铺，上等血燕的市价不过5两银子1斤。你多报的这30两银子，还有这碗假燕窝省下来的钱，都进了你自己的药包吧。少夫人饶命！来人，把他带下去，押到柴房关起来，立刻派人去查他经手的所有账目，还有他家里的财产，1五1十都给我查清楚。厨房的账目重新清点，采买必须双人核对。若再发现有人以次充好，中饱私囊，邱嬷嬷就是你们的下场。是。大嫂，我刚才院子里听到下人议论，说厨房出了事，您没事吧？我担心您，就赶紧过来看看。你怎么这么急？都出汗了，快坐下歇一会儿。没事，就是厨房有人手脚不干净，用假燕窝糊弄我，已经处理好了。邱嬷嬷用廉价的银耳充当燕窝，还在账本上做了手脚，贪污了不少银子。大嫂，你也太厉害了吧！不仅一口就尝出燕窝是假的，还能从账本上看出他贪污。我以前看账本，只觉得密密麻麻的全是字，什么都看不懂。其实很简单，你看这里，采买的数量和单价跟市面上的行情一对比，就能看出问题。还有出入库的记录，只要对得上，就不会出大错。原来是这样啊，这么简单的道理，我以前怎么就没弄明白呢？大嫂，你真厉害，什么都懂。大嫂，怎么了？还有什么事吗？没什么，就是随便问问。如果一个人不想再待在现在的家里，想离开这里，他该怎么办？柳儿，你怎么突然问这个？真的没什么，就是昨天听别人说起一个远房亲戚的事，随便问问而已。没关系，如果真有那么一天，不管因为什么，不管你想去哪里，你都可以来找我，我会帮你的。记住了，大嫂，谢谢你。我先回去了。柳儿，他是真的想离开侯府，离开谢重之了。看来他在致远院的日子比我想象的还要难。少夫人，托您的福，这次出海大获全胜，本钱4000两，运回来的货物全部脱手，竟得白银5万两。
这个好漂亮，我喜欢这个，还有这个红珊瑚，都给我。把东西放下，没规矩。婉宁，母亲，你吼我干嘛？这都是咱们侯府的船队赚的钱，我挑几件怎么了？这不是我们选的船队赚的，是你大嫂选的那个年轻船头杨存兴的船队赚的。怎么可能？他选的那个领头的才20出头，怎么可能会有这么大本事？肯定是作弊了。三妹，这有本事还是没本事，可不能只看年龄判断。你看，这不都是实打实的本事吗？夫人，您给的本钱3000两，这次出海遇到了大风浪，丢了半船货，如今账上只剩3500两，只赚了500两。什么？只赚了500两？夫人恕罪，今年又遇到揽上100年不遇的大风浪，能保住性命和这点本钱是10万了。杨船头他们运气好，没遇上风浪，才赚了这么多。少夫人，这是这次出航的详细账本，每一笔收支都记得清清楚楚。除了5万两现银，屋中这些珍珠宝玉、丝绸香料都是额外的收益，一并交给您。林九薇凭什么运气这么好，随便选个毛头小子就能赚5万两？我不服，简直要气死我了！母亲，您可有喜欢的？可以先挑一挑，等下我也会选些最好的送到诸位长辈和各院的房中。不用了，我没什么喜欢的。九薇啊，你这次眼光实在是太好了，真是我们侯府的福星。去吩咐张嬷嬷把我名下西街那20间临街铺子的地契拿来，立刻过户到少夫人名下。今后这些铺子全由她掌管。祖母，这太多了，孙媳只是做了分内之事，实在受不起这么重的赏赐。你这次做得这么好，为侯府赚了这么多钱，这都是你应得的。这些铺子交给你打理，我最放心不过。你呀，就别推辞了。孙媳谢过祖母厚爱。九薇这次做得很好，有勇有谋，比很多男子都强。以后府里的商事，你可以多费心。我管家这么多年，兢兢业业，也不见这老东西给我1间铺子。秦九薇才刚管家几天，就得了20间铺子，凭什么？谢燕离手握朝中大权，处处压我一头。现在连他的妻子经商都如此顺风顺水，赚得盆满钵满，我和他之间的差距越来越大了。大嫂好厉害啊！4000两银子竟然能变成5万两，我连想都不敢想。她一个女子都能靠自己的本事赚这么多钱，活得这么风光，我也可以的。我也能靠自己的双手活下去，不用再看任何人的脸色。少夫人，小人准备再次出海，不知少夫人可愿再投一次？上次你为我赚了5万两，这次我自然信你。本钱多少？5000两。从账上支5000两，交给杨重头。是。多谢少夫人信任，小人定当竭尽全力。一路平安，我等你好消息。上一世丽妃告诉我杨存兴能赚大钱，这一世我信他。这是什么？这是……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偷偷让山平卖首饰换银子，又托人买通官府办录印，还准备了男装，想趁我明天去军营的功夫偷偷逃跑，是不是？徐柳儿，你真是好大的胆子！我只是……只是什么？只是想离开我？我告诉你，这辈子都别想！来人，把2少夫人带到偏房，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她踏出房门半步。你放开我，谢重之，你不能这样！柳儿，你永远都是我的，谁也不能把你从我身边带走。哼！少夫人的信。大嫂没有放弃我。小姐，信已经送进去了。海秋说，2少夫人情况还好，只是瘦了不少。谢重之最近出门频繁，暗卫会带走大半，这是我们唯一的机会。你们3个悄悄去。包在我身上。母亲放心。可以。少奶奶，
一切都安排好了。青嬷嬷那边已经打过招呼，谢崇之今天一早就出门了，说是天黑才回。暗卫呢？谢崇之带走了大半，剩下的人手，春少爷和景少爷已经想好办法对付了。让楠楠去前院盯着，谢思言一出来立刻报信。是。柳儿，今晚一定要把你救出来。按线回报，齐王最近频繁联络军中旧部，说似乎在为某事做准备。继续盯着，不要打草惊蛇。是。齐王终于要动手。谢应礼，你挡了本王的路太久了。世子夫人有令，府中荷花池淤泥淤积严重，蚊虫滋生。各院院今日必须出其所有护院，去西院挖淤泥。哎呦，是青嬷嬷啊！您怎么亲自来了？我们院的护院还有用呢，二少爷特意吩咐了，要守好院子，实在抽不开身啊。你倒是说说，这些护院有什么天大的用处？是能挡刺客，还是能救火？世子夫人的命令，全府上下都得遵行。这，二少爷他，二少爷怎么了？二少爷现在在城外军营，难不成还能管得了府里的事？你要是敢推三阻四，耽误了挖淤泥，惹得老夫人和世子夫生气，后果你自己担着。要不要我现在就去请老夫人过来评评理？不敢不敢，青嬷嬷您别生气，是我不懂事，我这就让他们跟您去。都愣着干什么？赶紧拿上铁锹，跟青嬷嬷去西院挖淤泥！快去快去！都给我站住！我的白猫窜到旁边的竹林里了，你们立刻进去给我找回来。找不到，谁也不许走。小少爷，我们还得挖淤泥呢，耽误了差事可不好。怎么？我的话你们不听？我母亲可是世子夫人，你们要是敢不听我的，我就让我母亲把你们全都出侯府。嘿嘿，母亲交给我的任务顺利完成喽，接下来就看大哥和二哥的了。侯爷，你快看思妍，她都烧成这样了，再跪下去就要出人命了。罢了罢了，先带回去养病吧，等她好了再补上剩下的3日罚跪。小侯爷，老奴抱您出去。终于出来了，徐柳儿，你等着。快去打水，别让火势蔓延到主屋。二少夫人，海秋，怎么是你？二少夫人，快走，再不走就来不及了。快，再晚就来不及了。母亲，你要去哪儿？谁？谢景，你知道我是谁吗？我是侯府的嫡孙，你敢动我一根头发，我父亲不会放过你的，我祖母也不会放过你的。我知道，一个只会虐杀小动物的凶手，一个眼睁睁看着自己母亲被囚禁，还帮着为虎作伥的孽子。带他走，这里交给我。徐柳儿，你给我回来！谢景，你放开我！快上车。大嫂，谢谢你。别哭了，快走。
夫人呢？好了，以后别这么拼命了，快吃吧，凉了就不好吃了。等打完仗，我们就回乡下盖一间小房子，种几亩地，安安稳稳过日子。思源，柳儿，谢谢你，以后我一定让你们母子过上好日子。我谢重之定要在这乱世之中，为我谢氏一族谋得一席之地。柳儿，你怎么能离开我？我们说好要一辈子在一起的。秦九薇，一定是你，是你把他带走的，我不会放过你的。大嫂，这是长公主府，这里守卫森严，谢重之绝对找不到这里。云芝已经给你收拾好了院子，以后你就安心住在这里。大嫂，我真不知道该怎么谢你。如果不是你，我这辈子都逃不出那个地方了。傻丫头，跟我客气什么？好好活着，开开心心的过日子，就是对我最大的谢意。世子夫人许姑娘，长公主已经在里面等候多时了。大嫂，保重。你也是。柳儿，愿你从此平安喜乐。这么晚还没睡？夫君，我昨晚又做了一个很真实的梦。别怕，只是梦而已，有我在，不会有事的。不是普通的梦，我梦见江南连降暴雨，引发了特大水患，洪水过后爆发了可怕的疫病，百姓们病死无数，尸体都堆成了山，连京城都受到了波折。我在梦里看到有一个叫孟岐黄的游医，医术高超，能治这种疫病，救了很多人。夫君，你能不能立刻派人去找这个叫孟岐黄的大夫？他现在应在江南一带游行，提前找到他，等疫病真的来了，我们就能有备无患。好，我明天一早就派最快的暗卫去江南，务必找到孟岐黄大夫，把他请到京城。小姐，不好了，城外涌进来好多江南逃荒的灾民，已经有好几个病倒了，症状都一样，高烧不退，浑身骨头疼得打滚，听说还有严重的，口鼻都渗黑血了。太医院的人都去了，也查不出是什么病。立刻吩咐下去，府中所有人即日起减少外出，非必要不得出府。库房里的艾草和苍竹全部拿出来，每个院子每日早晚各焚烧一次，门窗都要挂艾草树。还有，立刻派人去长公主府和神府，把这个消息告诉他们，让他们也照做，千万不能大意。奴婢这就去。该来的还是来了。小姐，这是什么呀？这个叫碧溪巾，用3层细密的棉布缝制，中间夹层里缝了晒干的艾草和苍竹碎末，既能挡住口鼻，不让病气吸进去，又能驱瘴避疫。小姐，你也太厉害了吧！不是我想出来的，前些日子看了一本海外游记，上面说有些偏远地方的人遇到瘴气的时候会用布巾遮面防病，我便照着那个样子改了改，又加了驱疫的草药进去，效果应该会更。夫君，你回来了，快带上这个，外面疫病严重，你要注意防护。里面还缝了东西。里面夹了艾草和苍竹，这2药都是医书上记载驱瘴避疫的良药，带上之后能大大减少被传染的几率。夫人脑子真是灵活，总能想到别人想不到的办法，有你在，真是我的福气。我回来啦！父亲，你带的什么东西啊？好丑啊，像个蒙面大盗。玉哥儿，别笑了，这个是母亲特意给你做的，可以保护你的。明天麻烦夫人多准备一些，分给下属和宫里的侍卫们，还有城外的灾民。我已经让针线房的嬷嬷们连夜赶制了，
还有，我把制作方法写了下来，等会儿让人抄录城门和街头，这样家家户户都能照着做，就能少很多人被传染。母亲，这个东西真的能防病吗？能，所以你要乖乖带着，知道吗？那我带着，我要好好保护自己和母亲。凭什么别人家都能施粥，就我们谢家不能？现在整个京城都在赈济灾民，镇国公府、定远侯府、魏国公府，哪一家没在城外搭粥棚？唯独咱们临安侯府无动于衷。百姓提起咱们侯府，怕是只剩下冷血无情了。现在不能办粥棚，城外灾民聚集在一起，只要有一人染了疫病，后果不堪设想。大嫂，我知道你刚管家，怕花钱，但怎能拿人命当借口？疫病不过是灾年常事，哪年没有？大嫂，你的心未免也太狠了些。人命关天，容不得半点侥幸。九薇说的有理，疫病凶险，不是儿戏。这是听九薇的，谁也不许私自去搭粥棚。去，把我的私房钱拿出来，明天一早以我的名义在城外搭粥棚，不仅要搭，还要搭最大的。我要让全京城的人都知道，我谢婉宁才是那个心善的人，不像秦九溪那个冷血无情的女人。小姐，这事没经过老夫人和少夫人的同意，要是被他们知道了，会被责罚的。怕什么？天塌下来有我顶着。施粥是积德行善的大好事，说出去人人都要称赞我，他们凭什么怪我？等我的美名传遍京城，看谁还敢小瞧我，看谁还敢说秦九如比我强。还得是我谢婉宁心善，这些灾民肯定对我感恩戴德。是。侯爷，老夫人出大事了！城外三小姐的粥棚出事了，一下子倒了10几个灾民，都染了疫病，病情发展很快，传染性极强。你什么时候去的粥棚？今天在那里待了多久？有没有接触过那些倒下的灾民？今天早上，我一直在那里盛粥。你这个孽障！我和你祖母怎么跟你说的？你偏不听，现在闹出人命了，你满意了？禀老爷，夫人，府医到。侯爷放心，三小姐脉象平稳，体温正常，目前并无发热迹象。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我要死了。从今日起，你在自己院中闭门思过，未得我许可，不许踏出一步。祖母、侯爷、孙媳想立刻安排府中防疫事宜。好，九薇，你尽管去办，府里所有人都听你的调遣，我们都听你的。小姐，您额头怎么这么烫？您发烧了？小何，去请孟金黄大夫过来。在我确诊之前，这间屋子谁都不能进来。你也出去，把门锁好，屋中不要留一个人。小姐，奴婢不能离开您，奴婢要留下来照顾您。听话，你出去吧，这样我反而放心些。院里，夫人呢？怎么这么早就歇了？少夫人累了，刚歇下，不想被人打扰。让开，我去看看她。她到底怎么了？少夫人她发高烧了，烧了快2个时辰了，
少夫人说怕是疫病，怕传染给大家，这才不让任何人进去，还把我们都赶了出来。世子爷，您不能进去啊！万一真的是疫病，您要是被传染了，侯府怎么办？整个京城的防疫怎么办啊？滚开！你怎么来了？快出去！你不怕被我染上吗？就算是疫病，我也陪你一起。别怕，有我在。孟大夫已经在路上了，很快就到。你不会有事的，我绝不会让你有事。孟大夫到了，世子、小姐，孟大夫来了。世子爷莫急，让老夫看看。万幸，不是疫病。世子夫人只是连日操劳过度，又受了风寒，寒邪入体，才会烧得这么厉害。老夫开一副清热解表的方子，按时煎服，再好生静养几日，很快便能恢复。吓死我了，我还以为是你吓死我了。圣旨到，都跪下接旨。奉天承运，皇帝诏曰：临安侯府少夫人秦九辉聪慧过人，心思精巧。疫情肆虐之际，首创碧溪金，编撰防疫册子，施药救人，安定民心，治疫有方，功绩显著。特赐正二品诰命夫人，封号静安，并把金凤嵌宝珠钗一对，宫绣织锦百匹，黄金100两，御用青瓷茶具一套，钦此。我管家这么多年，也只得了个4品诰命。秦九一才嫁进来多久，就一跃成了正2品，还得了封号。臣妇秦九薇叩谢皇上隆恩。好，好，九薇呀，你可真是为我们侯府争了天大的光。正2品的诰命夫人，还有专属封号，整个京中年轻一辈的夫人里也寥寥无几呀。祖母过誉了，臣妇只是做了分内之事，不敢居功。凭什么？我费尽心机出去施粥，结果差点染上疫病，还被禁足挨骂。最后得到这么大封赏的居然是秦九柔，她不过是躲在府里写了几张纸，凭什么就能当2品夫人？九薇这次确实功不可没，京城的疫病能这么快控制住，全靠你的防疫册子和碧溪金。侯爷谬赞，这都是我分内之事。小姐，您现在被皇上封为2品诰命夫人了，还有封号静安夫人，多好听啊！小姐，您怎么不高兴啊？这么大的喜事，您怎么一点都不激动？不过是些虚名罢了。听见他的名字就烦，这封赏我不要也罢。退下吧。不管你在不在意，这都是你应得的。在我心里，你比任何诰命都珍贵。秦贵人，你入宫也有些时日了，你可知这后宫之中，谁最碍本宫的眼？娘娘说的是陈妃娘娘。陈妃那个贱人，仗着皇上几分宠爱，就目中无人，处处与本宫作对。本宫忍她很久了。本宫要你亲手送给陈妃。娘娘，这万万不可啊！陈妃娘娘现在正得宠，要是被她发现了，臣妾就死定了。怎么，你不愿意？你可别忘了，
是谁在你禁足的时候帮你在皇上面前说好话，把你从冷宫边缘拉回来的？若没有本宫，你现在还在青玉宫里抄经，一辈子都别想见到皇上。怎么，现在本宫用得上你了，你就推三阻四？臣妾不敢，臣妾绝不敢忘娘娘的大恩。臣妾只是不知该如何下手，怕坏了娘娘的大事。你放心。不用你做别的，你只需把这金簪当做寻常礼物送给陈妃，就说是你特意为她寻来的，是你的一片心意，其他的不用你管，也不用你问。这金簪有毒？放心，毒不在表面，这金簪的缝隙里进了慢性的铅涂饮，会通过皮肤慢慢渗透进体内，戴得久了自然会慢慢发作，到那时谁也查不出毒源，更不会怀疑到你头上。事成之后，本宫会向皇上进言，晋你为嫔。若是你敢把这件事说出去，你应该知道后果。是，臣妾遵命。小主，您怎么了？从寒章殿回来就一直魂不守舍的。这只金簪是贤妃娘娘赏您的。小主，这可万万不行啊！这是杀头的大罪，怕什么？贤妃说了，查不到我们头上。再说了，陈妃不死，我什么时候才能出头？你看看秦九薇，她现在都成了正二品的诰命夫人，风光无限。我和她同为秦家女儿，凭什么她能高高在上，我却要在这冷宫里看人脸色？陈妃，别怪我心狠，要怪就怪你挡了我的路。等我成了嫔，成了妃，总有一天，我要把秦九薇踩在脚下。娘娘，秦贵人派人送了一份礼物过来，说是特意孝敬您的。秦乐安，他能有什么好东西？哼，算他有点眼力劲儿。以后他要是懂事，本宫倒也可以多提携提携他。娘娘，您最近脸色不太好，要不要请太医来看看？没事。可能是最近没休息好，过几天就好了。秦桧，你怎么了？快传太医，立刻传所有太医到凌烟阁，快！皇上，陈妃娘娘是中毒了。中毒？查，给朕彻查，一定要查出是谁下的毒，朕要将他碎尸万段。皇上，查出来了，毒源自陈妃娘娘头上戴的那些点翠金簪，还有她常用的那把桃木梳。经查，金簪是秦贵人3天前送给陈妃娘娘的，桃木梳也是她一并送来的。秦贵人的贴身侍女冬莲已经全部招供，把她带进来。皇上，臣妾冤枉啊！臣妾没有下毒，是贤妃逼臣妾做的，是她把有毒的金簪交给臣妾，让臣妾送给陈妃娘娘的。皇上明察啊！秦贵人，你休得血口喷人，贪污本宫！本宫何时给过你金簪？分明是你自己嫉妒陈妃娘娘得宠，心怀怨恨，才下此毒手。如今东窗事发，竟然还想拉本宫下水，真是太恶毒了！皇上，臣妾真是冤枉啊！臣妾与陈妃娘娘素来和睦，怎么可能害她？还请皇上为臣妾做主。够了，将秦乐安打入冷宫，永世不得复出。皇上，臣妾真的是冤枉的，是贤妃陷害我。皇上，贤妃，你这个毒妇，还有秦九薇，都是因为你。如果不是你，我不会落到这个地步。你等着，我做鬼也不会放过你。秦桧，你一定要没事。陛下。你有心了。我后悔了，我真的后悔了。我不该进宫的，不该和秦九瑜换亲的。我如果当初没有抢他的簪子，没有模仿他样子讨好皇上，现在坐在侯府里被谢艳礼宠着，被老夫人捧着的人，会不会是我？为什么？凭什么？我不该进宫？凭什么他秦九瑜就能那么？凭什么？我却要在这个鬼地方等死？不公平！这太不公平了！我不敢死，我还不想死。
我是母离天下的皇后，皇上最爱的人是我，是我。小姐，宫里传来消息了，秦贵人被打入冷宫了。听说她进去没几天就疯了，天天对着镜子说自己是皇后。知道了，小姐，您不惊讶吗？有什么好惊讶的？在后宫生存，从来都是防守比进攻重要。他急功近利，又识人不清，被贤妃当枪使，落得这个下场是意料之中的事。这一世，我不争不抢，不羡荣华，只守着我的夫君和孩子，守着这一方小小的院子，安稳度日就够了。齐王已经定下日期，10日后动手。我们必须在他动手之前布下天罗地网。攻城这4个门是齐王进攻的主要方向。沈将军，你的3000御林军负责正面防守，记住，不是击退，是拖住，不惜一切代价拖到我们的伏兵从两侧包抄到位。是。末将会在4个城门各布置500精兵，城墙上再设300名弓箭手，滚木猎石全部备齐。齐王若强攻，末将至少能撑2个时辰，绝不让他踏进宫门一步。齐王在经营和禁军里安插的12个佞友，名单已经全部确认。赵明，你负责在他们动手之前把这些人全部控制住。记住，要同时动手，一个都不能漏，更不能打草惊蛇。属下明白，已经安排了20组死士，每组负责一个目标。齐王动手前一炷香，同时行动，保证万无一失。还有，齐王身边有我们安插了3年的暗线，他会在齐王动手前一刻，把齐王的具体部署和进攻信号传出来。到时候，我们就可以打他一个措手不及。这一战不能输，为了九威，为了孩子们，为了整个临安侯府，也为了天下百姓，我绝不能让齐王的阴谋得逞。世子爷，齐王手里有3万私兵，还有经营的部分人马，总兵力是我们的3倍，正面硬拼，恐怕谁说要和他硬拼了？齐王的3万大军有一半已经被我们策反了，他以为是他的心腹，其实早就成了我们的人。世子爷，您什么时候？从他开始联络军中将领第一天起，他找一个人，我们就策反一个人。他以为自己在暗中拉拢势力，其实是在帮我们筛选忠诚的人。世子爷运筹帷幄，深谋远虑，末将佩服。不要轻敌，齐王能在朝中经营这么多年，不是等闲之辈。传令下去，所有人从今日起取消一切休假，24小时待命，打起12分精神，任何一个细节都不能放过。是。世子爷，二少爷那边要不要提前控制起来？他和齐王走得太近了，留着始终是个隐患。按原计划行事，不到最后一刻，不要动他。大哥，二弟，别让我失望。齐王殿下已经定下日期，10日后动手。我知道，你的任务是在谢眼里的防务图上做手脚，让他关键时刻调度失控。明白，大哥，别怪我，是你挡了我的路。都准备好了吗？回王爷，城外的3000精兵已全部集结完毕，兵器粮草备足，只等您的信号。经营里的12个内应也已全部到位，届时会打开城门，放我们的人进城。谢宴礼那边呢？回王爷，谢崇之已经按照您的吩咐潜入谢宴礼的书房，在他的防卫图上做了手脚。届时京城4门的守军调度会延迟半个时辰。谢宴礼啊，谢宴礼，你千算万算，终究还是算不到，你最信任的亲弟弟会在背后给你致命一击。传令下去，3日后子时3刻举数。是。夫君，还在担心明天的事吗？什么都瞒不过夫人。你已经把能做的都做了，剩下的就看天意了。我不信天意，我只信事在人为。明天之后，一切都会不一样。我知道，所以今晚你要好好休息。有他在身边，好像什么都不怕了。你记不记得我们刚成亲的时候，你跟我说，只要我好好照顾孩子，安分守己，你不会亏待我。
整个侯府也会交由我做主。那时候我不懂什么是喜欢，只觉得娶谁都一样，不过是完成长辈的心愿。那现在呢？现在我懂了，而且很懂。油嘴滑舌，我说的都是真心话。等明天的事结束了，我们好好过自己的日子，不管发生什么，我都会在你身边。我也是。明天一切都结束了，这天下终将是我的。王爷，一切都准备好了。好，重之，成败在此一举。等本王登基之日，你就是新的临安侯，整个谢家都是你的。属下定当为王爷赴汤蹈火，万死不辞。来人，外面怎么回事？皇上，齐王反了，他的人已经打进宫了。谢艳礼呢？谢世子已经在城门口布防了，他让奴才告诉皇上，请皇上移驾太庙，那里有禁军守卫。朕不走，朕要亲自看看这个逆贼还有什么话说。皇上，您不能去啊，太危险了。谢世子说了，让您务必去太庙。皇上，末将护驾来迟，请皇上移驾太庙。走。世子爷，叛军主力已经攻进内廷了，沈将军已经护着皇上安全转移到太庙。将士们，齐王谋逆，祸乱朝纲，今日随我平叛，护我大齐，杀！兄弟们，随本王冲进去，拿下皇宫！从今往后，荣华富贵，本王与你们共享之！齐王万岁！等我助齐王登上皇位，我就是开国功臣。到那时，整个侯府都是我的。谢艳礼会被踩在我的脚下，柳儿看到我这么风光，一定会回到我身边的。是谢艳礼的御林军。谢艳礼来得正好，今日本王就在这里和你一决生死。谢艳礼，识相的赶紧投降，本王念你是个人才，可以饶你一命。齐王，你谋反作乱，罪不容诛。现在投降，或许还能留个全尸。就凭你这几千人，也想拦住本王的3万大军？做梦！动手！怎么可能？你怎么会有这么多兵？齐王，你的3万大军有一半已经被我策反，你输了。放开我！你们放开我！二弟，你太让我失望了。你有什么资格说失望？从小到大，所有人都只看到你，父亲眼里只有你，老夫人眼里只有你。我呢？我永远都是你的影子，我受够了。至少我赌过你永远都是高高在上的谢世子。我懂，但这不是你背叛家国、背叛亲人的理由。把他带下去，关押起来，听候发落。已经结束了。都结束了。
逆子，你竟然做出这等大逆不道之事！你对得起列祖列宗吗？对得起谢家上下几百口人吗？大逆不道！父亲，你现在知道骂我大逆不道了。从小到大，你眼里什么时候有过我这个儿子？大哥是嫡长子，天生就该继承侯府，天生就该手握兵权。我呢，我无论做什么你都看不到。我主动请缨去边境，在沙场上拼死拼活，九死一生，就是为了让你多看我一眼。可是你呢？你还是只看到他谢艳里。你这个孽障！重之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祖母，对不起。带下去吧，该怎么处置，听皇上的。大哥，帮我照顾柳儿。放心，我会的。没事。大哥，大哥，在想什么？在想小时候的事。那时候他还很小，跟在我后面喊大哥。他走错了路，这是他自己的选择，你不必自责。我知道，只是……长公主，我想写一封信给大嫂，告诉她我在这里很好，让她不要担心。想写就写吧，九卫要是收到你的信，肯定会很高兴的。你在这里很安全，等你安顿好了，想什么时候写信都行。请长公主帮我转交。放心，我明天就让人送到侯府去。大嫂，谢谢你。这辈子我会好好活着，为自己而活。小姐，许姑娘现在真的很好，长公主把她照顾得无业无志。那就好。我梦见你坐在轮椅上，你的腿受伤了。别怕，那只是梦，那些不好的事都被你化解了。我知道，只是那个梦太真实了，真实的让我害怕。别怕，我在这里。小姐，船队回来了，洋船的船队回来了。回来了，带回了什么？好多好多珍珠宝玉，比上次还多。主院那边已经堆满了。走，去收钱。少夫人，这次出海，本钱5000两，所得8万两，屋中这些都是额外的。杨船头辛苦了，这次比上次还多，实在是厉害。凭什么他就能赚这么多？九薇啊，你这次眼光实在是太好了。以后东街那20间铺子也过户到九薇名下，今后全由九薇掌管。主母，这太过厚重。这是你应得的。真的要走吗？在这里打扰太久了，我想去南方重新开始。这是我和表姐给你准备的盘缠，谢谢你们，谢谢大嫂。到了南方，记得给我们写信。再见了，京城。再见了，大嫂。我会好好活下去的。小姐，许姑娘走了。走了也好，她会过上好日子的。这一世
大家都在好好活着。母亲，父亲什么时候回来？快了。父亲回来了！我回来了。回来就好。这一世，我有了丈夫、孩子，还有家，和前世不一样了。在想什么？在想，现在真好，以后会更好。这一世，我终于找到了真正的家。